观众大家好，欢迎又收看我们狂医秀节目。狂医秀告诉你劲爆的医疗故事，告诉你疯狂的医疗常识，解决你常年的疑难杂症。那么我们上一集讲到幽门杆菌，大家知道幽门杆菌的传染途径及为什么会这样子。接下来你就会想到怎么样去处理或是根治除掉你身上幽门杆菌。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刘医师来讲，幽门杆菌得到了，那怎么办？请大家不要紧张，我们有好方法来治疗幽门杆菌。刘医师，这个幽门杆菌大家好。其实幽门杆菌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那我们胃就像一个袋子，每天吃进去很多的东西，它在胃里面经过融合以后呢，很容易就像腐烂的这个细菌一样，它会产生很多的杂质，像个垃圾堆一样。对，那所以说呢，幽门杆菌我之前有谈过说，它是经过粪口传染的，也就是说，像这个细菌在我们吃进去以后呢，一直到胃里面胃里面形成了很多的几条的鞭毛在胃里面，然后呢，最常见的地方就在幽门的地方，在幽门的地方的时候呢，它因为它也是有食物带下去，所以它在肠胃道里面呢，事实上都会有这个细菌。那在大肠里面呢，它是以球的形状来形成，排出体外。那这个就很颠覆我们以前的想法。我们一直觉得幽门杆菌就是在幽门才看得到。那今天刘医师告诉我们，幽门杆菌不一定在幽门生长，它还有在肠道、还在胃壁、还在贲门，都可能产生幽门杆菌。对，它其实是一个坏的细菌，所以它无处不在就是了。那刘医师，我请问一下，那如果得到这个幽门杆菌，一定要治疗吗？幽门杆菌其在发现这个幽门杆菌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他是一个澳洲的马歇尔医师他发现很多的这个胃癌的病人他因为这个幽门杆菌而得到这个胃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得到诺贝尔奖。那因为幽门杆菌而治疗的病人当中呢，它减少了他这个胃癌的机会，所以在有幽门杆菌的时候呢，能够治疗当然是最好，但是采取的方式的治疗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包括你做胃镜以后，它是否容易复发，好，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对，刚刘医师谈到一个马歇尔医生就我所知道，这个医生是一个病理科医师那他为了要做他的论文，他去找一个肠胃科医师帮他做一个胃镜。那他自己就把幽门杆菌吃到自己的肚子，然后找肠胃医生照出他吃之前跟治疗之后的一种变化所以他发现了幽门杆菌。其实当初听说呢，他觉得胃里面胃酸还有长细菌这个概念是被当时的很多医生所嘲笑，因为我们一般的觉得胃酸那么强的酸，它怎么可能长细菌？细菌进去都被杀死了但是这个医生他就不信邪，他觉得就是有一种细菌在胃里面作怪，它可以是抗酸的细菌，所以他自己把细菌吃到里面之后，他得了一个慢性的胃炎，之后他又吃了一些抗生素，就把这个幽门杆菌治好了我记得他故事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整个流程是从发现自己做实验，再做一个叫实证的医学，然后这个完整的过程，他才得到诺贝尔奖金。所以这个是我所知道很详细、很戏剧化的一个医生的故事。那这样子吃药要吃很多吗？那吃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这个问题非常好正常的幽门杆菌的治疗方式它就是用3合1的治疗方式，它有很多种的搭配组成的方式。那就是最主要是2种的抗生素，还有一种所谓叫做PPI， 也就是氢离子泡芙的抑制剂来做治疗，抑制胃酸的。对，那它治疗的方式，时间上面呢，以7天为一个开始。那医生会视病人的状况，还有感染的程度来做调配，以7天到14天为主。那临床上，
病人呢，在治疗这个幽门菌以后呢，都有很好的效果，然后也恢复到他原来胃的这种感觉。所以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治疗了哈。那吃药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不舒服啊？这个是我很大的疑问呢。对，所以淑芬今天来就是知道幽门杆菌，但是想吃药又怕，所以今天需要刘医师来给他一个机会教育，为什么要吃药？不吃药会怎么样？幽门杆菌啊是这样子，它其实吃药它的作用方面啊，它会临床上啊，很多的病人会告诉我说，他吃了药以后他会口苦，他甚至有一些头晕，还有一些它有一些金属味道的嘴巴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像肚子会腹绞痛这种情形，但是这些症状都是很轻微的。但是呢，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觉得杀了这个坏的细菌以后呢，他们胃啊好像重生的感觉一样。所以也不一定会产生这种状况，就对了。是的。所以还是要吃药啊。那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会怎么样呢？刘医师告诉我们，若是不吃药的话，当然这个症状一直会存在，尤其是腹胀，甚至于这种消化不好，它有验出幽门杆菌的话，假如没有去治疗的话，当然它的这个肠壁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它会越来越累积这种细菌，啊，造成的肠子里面呢，它甚至于变形，甚至于溃疡。然后我们常常在做胃镜的时候呢，会看到它胃溃疡很大很深，那检查结果就是它一直没有去治疗，所以它造成了甚至于溃疡、出血，甚至于穿孔这些问题。我记得如果幽门杆菌不治疗，还是跟胃癌有关啊。为什么现在健保的规章鼓励大家去治幽门杆菌，就是因为统计上好像是胃以后产生淋巴癌的情况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我知道的情况。那我记得以前在过去呢，很多医生，尤其是一般外科医生他们常常去开刀胃穿孔的病人。那自从我们的健保开始大力推行幽门杆菌筛除计划以后，一般外科的医生就很难找到那种胃穿孔的病人去开刀了，所以一般医生就有点失业的感觉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大家的国民健康有提升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菌的话，那它是一个坏菌，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坏菌，听说有叫好菌叫益生菌嘛，对不对？那坏菌、益生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拮抗作用，或是可以对抗它？我们把这个题目留在下一次的节目跟大家再来探讨。谢谢各位今天的观赏，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